追查贾师太的真实身份，是林婉儿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念头，所以她连叶晨也没有告诉，只是微笑感慨，伊藤小姐有这等造化，不只是她的福气，也是公子的运气。公子身边一直没有能够悟道并且掌握灵气的人，这次伊藤小姐成功悟道，假以时日，一定能为公子带来很大的助力。叶晨笑了笑，淡然道：我并不指望他能帮我做什么，只是他悟道之后，我除了替他开心之外，又有一种独行黑暗森林时多了一位同伴的激动。林婉儿十分理解地点了点头，喃喃感慨，奴家活了这么多年，一直到与公子敞开心扉的那一刻，才有了公子所说的这种感觉。说罢，他的神情闪过一丝落寞。没遇到叶晨之前，他从未对悟道有过任何期待。早些年，他还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为父报仇，但后来的他，已经不再奢望能够手刃吴飞燕，只是觉得能好好过完500年的生命，不辜负父亲对自己的期许，便知足了。可是遇到叶晨之后，他内心深处却对悟道有了隐隐的奢望与期待。只不过他也很清楚，自己并不具备悟道的天赋，万古长青丹都没能帮助自己在悟道上有任何进步，想来这辈子悟道已经无望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心中才觉得落寞。为了不让叶晨有所察觉，他故意岔开话题，问道：公子，北欧的 AI 模型进展如何了？叶晨道：霍华德已经把显卡和数据中心的问题都解决了，海伦娜目前在跟他沟通英伟达的全新一代算力芯片，如果能达成的话，将来这个 AI 模型有可能是第一个大批量采用英伟达最强芯片的模型。林婉儿轻轻点了点头，笑着说道：待这套模型落地之后，奴家还请公子能给奴家一个权限，奴家也想用 AI 来算些东西。叶晨不假思索地说道：没问题，到时候第一时间给你落实。林婉儿尖尖一笑：那奴家就先谢过公子了。与林婉儿在院中吃了顿丰盛的打边炉后，叶晨收到了萧初然在飞机上给他发来的微信，告诉他飞机大概会比原计划提前1个半小时降落，也就是下午3点前后。于是叶晨便向林婉儿告辞，离开了紫金山庄，自己打车前往机场。叶晨坐上出租车后，给萧长坤发了一条信息，告诉他萧初然的飞机3点钟左右就能落地，让他和马兰1点钟左右就准备出门。萧长坤很快回了一条语音消息 ：OK， 好女婿，我们2点钟从家出发。按照与萧长坤、马兰的约定，他们俩会从家里开着那辆库里南前往机场，到时3人在机场一起等萧初然落地，接上他一起回市里吃饭。虽然不知道萧长坤和马兰还有没有再继续吵架拌嘴，但叶晨觉得2人应该不至于耽误接萧初然，于是便也没多询问2人此刻的状态。而此时的萧长坤和马兰正各自在餐厅的餐桌上吃光了各自点回来的外卖。不过好在2人的骂战一直维持在相互讽刺的稳定事态中，并没有进一步升级，整体上自然是马兰略占上风，却也在萧长坤的承受范围之内。萧长坤吃光自己的午饭之后，便放下筷子，一边收拾餐盒，一边头也不抬地说道：女婿发信息来了，说闺女的飞机提前到3点降落，咱们2点钟出门。马兰嘟囔道：出这么早门做什么？闺女是从国外回来，下了飞机还要过海关，很慢的，3点半能出来就不错了。我上去眯一会儿，咱们2点半再出发。言罢，马兰已经转身离开餐厅，头也不回地丢下一句：把我的外卖收拾一下，一起丢掉。萧长坤心里虽然1万个抱怨，可嘴上却没有再说什么，闷着头便将马兰吃剩的餐盒也一起收进了垃圾桶。马兰走了，萧长坤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宿醉已经逐渐缓了过来，心情也随着酒劲的消失而变得越来越差。酒桌上被人恭维，只能痛快一时，心上人跟了别人，怕是要痛苦一世。他不禁回想起韩美琴刚回国的时候，那段时间马兰人间蒸发，自己不但去机场迎接韩美琴，还和她一起吃饭，一起参加同学聚会，一起回母校就地重游。
甚至还请他到家里来吃了顿饭。当时自己与他在餐厅也算得上是耳鬓厮磨，热辣滚烫。要不是孩子们都在外面，怕是那厨房就要变作激烈的战场。一想到这，肖长坤摊开双手，不断用手背拍打自己的膝盖，表情像吃了柠檬一般，五官拧成一团，满心悲伤。好不容易熬到了2点半，补了觉的马兰换了身衣服，从电梯里走了出来，看见肖长坤还邋里邋遢地坐在沙发上，便立刻开口质问：肖长坤，你怎么还没洗漱换衣服，要出门接闺女了？肖长坤回过神来，颓废地说道：哎呀，去接闺女还收拾那么利索干什么？直接走就是了。马兰骂骂咧咧地说道：你这2天怎么回事？跟死了妈似的，是不是在外面整什么用不着的了？肖长坤立刻反驳道：瞎说什么呢你，我可没整什么用不着的。马兰嘟囔道：谅你也没这个胆子。说罢，他看了看时间，催促道：行了，赶紧走吧，一会儿耽误接闺女了。肖长坤起身拿了车钥匙，便与马兰一同出了门，来到那辆库里南跟前。马兰下意识便坐进了副驾驶。肖长坤上车之后，便打开导航，选了一条最快到达机场的路线。车开出小区，一路上了机场高速。由于还没到高峰期，路况相对顺畅，副驾驶上的马兰心情格外的好。肖初然不在家，他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叶晨是早出晚归，至于肖长坤这个丈夫，有跟没有也没什么两样。肖长坤心事重重，满脑子都是韩美琴马上要结婚的事情，整个人都不免有些恍惚。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忽然进了一个电话。由于手机连着车载蓝牙，可以从仪表盘上看到打来电话的是书画协会的小吴。昨晚酒喝得多，越往后的事情就越记不清，昨晚怎么回来的都有点迷迷糊糊，所以也完全忘了小吴把韩美琴的结婚请柬给自己带过来的事情。所以他也没多想，便直接按下了方向盘上的接听键。电话那头，小吴谄媚的声音传来：肖副会长，是我，小吴，您今儿怎么没来会里啊？是不是昨晚喝多了？肖长坤嗯了一声，无精打采地说道：昨晚是喝了不少，到现在都还有点头疼。怎么了？会里有事儿吗？没事儿，小吴连忙说道：我就是怕您喝多了不舒服，所以给您打个电话问问，您要是今天有什么事不方便开车，需要我代驾的，您随时一句话。说着，小吴不等肖长坤说话，便赶紧又说道：对了，肖副会长，我媳妇家里学过一些中医，有一个醒酒的配方，还有一个养肝的配方。像您这种经常喝酒的，就需要好好养一养肝。您看您要是不嫌弃，我让我媳妇在家里把汤药熬出来，回头给您送到家里去。小吴虽然没有参加昨天的饭局，但是在开车送裴会长和肖长坤回家的路上，他听着2个醉醺醺的老爷们儿聊了一路。这2人喝多了酒，嘴上也没有一个把门的，所以一路称兄道弟，互吐衷肠。小吴从2人对话中得知，裴会长正在谋求高升，而肖长坤这个常务副会长就是下一任会长的最佳人选，而且也得到了裴会长的鼎力支持，当选的几率自然很大。而且小吴昨天送肖长坤回家，知道肖长坤竟然住在最顶尖的汤臣一品别墅，对肖长坤的财力也是有了更深一层的认知。书画协会本就是个爱好协会，在选拔会长的时候，资历和专业知识并不重要，社交圈子和资产实力反而是很重要的衡量标准。毕竟协会平时经费紧张，让有钱的当了会长，肯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协会经费上面的缺口。如此看来，肖长坤成为下一任会长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小吴便想趁机好好巴结巴结肖长坤，等肖长坤上位之后，自己也就有机会成为他的心腹了。肖长坤也不是傻子，自然能够听得出小吴话里话外那赤裸裸且不加任何掩饰的阿谀奉承。他对这种送上门来的小老弟自然不会拒绝，为了享受一把被人处处恭维、处处巴结的感觉，他便毫不客气地说道：小吴，你有心了。
我现在正准备出门接我闺女，晚上一家人还要在外面吃晚饭。要不这样吧，晚上10点以后，你把熬好的药送到我家来，怎么样？萧长坤这是深刻领悟到了裴会长的驭人之道，故意给小吴一个效劳的机会，而且故意把时间拖得很晚，以此来考验一下小吴的忠诚度。电话那头的小吴听了这话，顿时高兴不已地说道：好的，要副会长，那您先忙，晚上10点以后我到汤臣一品给您电话。马兰在一旁听得又惊又气，眼珠子都快翻到天上去了，心里暗想：妈的，这萧长坤在书画协会还真是平步青云啊，竟然连舔狗都有了。这要是真让他当了会长，他还不得拿脚后跟看我啊！一旁被小吴连番恭维的萧长坤，此时瞥见马兰表情的震惊，便故意摆起了架子。他嗯了一声，道：没别的事，我就先挂了。小吴恭敬道：好的好的，萧会长，您先挂。萧长坤正要挂电话，小吴这时候忽然想起什么，赶紧脱口道：对了，萧会长，还有一件事儿。萧长坤随口道：说吧。小吴忙道：昨晚送您的时候您喝多了，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韩教授托我给您的请柬，我给您放扶手箱里了，您千万别忘了。